這台小米140瓦排插充電站核心不是充風值，而是單口、雙口滿載都能夠長時間穩住不掉檔。手機充電可以做到合規全兼容，屬於桌面主力型。這家伙雖然顏值不高，但是性能卻是做得不錯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我手上這台是小米最近眾筹完成的140瓦桌面充電站。為了早點把它撤了，我就是在海鮮市場花了290塊錢買了一個。它的140瓦桌面充電站多口並發這幾個詞放在一起，本身就是很考驗真實輸出、功率分配和穩定性。參數表看起來很漂亮，但它在多設備同時接入時，功率怎麼分？會不會跳檔？滿載下發熱和效率表現如何？咱們老規矩，先測後拆。用實測數據看它到底能不能穩穩的扛住140瓦充電站這個名號。拆解分析留到下一期。我們先開箱看外觀。包裝箱的風格還是一如既往的小米的風格啊。小米桌面充電站140瓦，充電站的實拍圖片，內部還有一根 CC 線啊，240瓦的。背面是規格信息，我們直接打開包装盒。說明書保修卡一張，這個是配送的240瓦的 CC 線。充電站本體三角插頭是新国標的，可能是天氣的原因，這個冬天的時候这根線還是有一點點發硬啊。充電站本體被一個環保的膜把它包住的，我們撕開吧。手感摸上去，這個質感還是可以的。如果手上容易起汗的朋友摸這個上面的話，會留下指紋啊。整體都是啞光灰色的，前面板做成磨砂的質感。4個充電口，2個 C 口，2個 A 口，3個大功率的，1個 A 口為基礎功率。這上面都有功率標識寫在上面的。這根交流線的長度只有94公分了，會不會太短了一點？這個長度的話放在桌面上，我估計還要另外再接一個插線板才行啊。交流線3乘1平方規格，外徑為 6.8 毫米。內部線性配置的話，我們留到拆解篇。2個5位插腳放在充電站的頂部 ，Max 2500瓦的標識，側面140瓦氮化鎵的標識，底部有4個硅膠墊子啊，防滑用的。充電站的後面就是2個2位插孔，這裡有一個防過載開關。附贈的這一根1米長的 CC 線，非常像酷派科的6安線啊。線材的線徑為 3.8 毫米，護套寬度11毫米，護套的厚度6毫米，護套連防折斷部分27毫米。線材的長度1米多了10毫米左右。充電站連包裝盒連線材一起重量576克，單線材一起重量534克，單充電站507克，單線材26克。充電站的深度大約是71毫米，高度大約是53毫米，寬度大約是95毫米。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規格信息啊。小米桌面充電站140瓦，產品名稱延長線插座，帶電源適配器，產品型號 XM-CDJ03QM，USB 輸出總功率140瓦，技術參數2500瓦，交流功率啊10安 Max，USB 模塊輸入僅支持200至240伏，110伏地區的兄弟們就別想了啊。C1 口最大功率140瓦 ，C2 口最大功率140瓦 ，A1 口輸出最大功率120瓦 ，A2 口最大功率5瓦。製造商青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。下面是警告信息：3C 認證，室內使用，循環10年。3C 認證信息咱們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圖。通電以後，這個面板上有一個指示燈隱隱約約的亮起來了。我們來看一下這4個 USB 口它的充電協議的情況。首先是 Type-C 1口的快充協議啊，有高通 QC3+ 的快充協議，華為 FCP 18瓦功率，華為 SCP 22瓦，三星 AFC 24瓦功率。PD 3.0 這裡顯示的是100瓦，但是我們點進去後，它顯示的是140瓦。固定檔位一共6個，最高28伏5安140瓦。PPS 有2個6安的 PPS 啊，這個配置很不錯。DCP Apple 2.4 2個基礎協議 ，Type-C 2口檢測出來的協議的情況，這次儀表它顯示正確的啊 ，PD 3.1 140瓦 EPR， 其他的協議都是跟 C1 口一模一樣的。這是 A1 口用小米魔改線檢測出來的協議情況，前面的安卓協議跟2個 C 口是一模一樣的。然後這裡又顯示了個 PD 100瓦，點進去的話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就是米家私有協議啊，小米的120瓦的私有協議。A2 口的話，我們就不用檢測了，因為這個 A 口本身就是一個5瓦的基礎協議充電口。看完它的規格和協議，我們現在就是來驗證它的手機兼容性啊。
米家的設備肯定是不用說的，我們後面直接採集米家120瓦充電數據就可以了。這期視頻咱們要感謝微簡科技啊，給咱們頻道贊助了2個儀表，我們就用這個來看功率了。首先我們用這個榮耀手機來看一下華為手機的兼容性啊。首先是 Type-C 一口，它的功率一直在跳過來跳過去的，一直起不來，證明這個 SCP 協議是沒有啟動的。Type-C 二口也是一樣的情況啊。A 口可以啟動超級快充，真實功率可以走到21瓦左右，這個是用的普通的 A 轉 C 的線，如果用小米的魔改線的話，同樣是啟動不了的啊。我們再來用這個榮耀200手機看一下它的 PPS 快充。Type-C 一口只能啟動60瓦快充，這根線材咱們要換一下，因為這個線材兼容性不好。我們用酷派科的6安線直接啟動100瓦的 PPS， 功率只能跑到42.3瓦呀。Type-C 二口同樣顯示 Max 100瓦呀，這個充電口可以到最高功率67瓦左右。A 一口用魔改的線可以啟動60瓦的快充，真實功率可以跑到52瓦左右，這個已經很不錯了啊。普通的 A 轉 C 是不能啟動 PPS 的。我們再來看藍廠的 PPS 100瓦，首先是 Type-C 一口，這個功率跑得很高的，可以跑到80多瓦了啊，最高跑到84。C 二口同樣是啟動的 PPS 快充，同樣最高可以跑到86瓦的樣子。A 口的話用小米的原裝魔改線，同樣是可以啟動高功率的 PPS 快充，功率同樣跑到80多瓦啊，最高的時候一下子頂到88瓦。我們再来看一下綠廠的新款設備啊 ，Type-C 一口超級閃充開啟，最高功率可以跑到27瓦的樣子。Type-C 二口同樣開啟超級閃充，功率也是差不多的啊，27、8瓦。A 口用米家的魔改線，同樣可以開啟超級閃充，功率也是27瓦左右。還有一點，藍綠廠的設備如果用普通的 A 轉 C 的線的話，就只有5伏2安10瓦的功率。我們再看三星手機能不能啟動快充 2.0 啊 ？Type-C 一口啟動快充 2.0， 這根線材還是兼容性不行啊。Type-C 二口就需要換到酷派科的6安線才可以啟動快充 2.0。A 口用米家的魔改線，同樣可以啟动快充 2.0。如果用普通的 A 轉 C 的線的話，只能顯示正在快速充電。這個小米140瓦充電站測完它的兼容性，我們就要看它實際的充電效果了啊！它可以支持米家私有協議120瓦，榮耀的 PPS 100瓦，藍廠的 PPS 100瓦。我們就測這3個大功率的充電曲線。首先是這台紅米 K70， 目前這台手機的電量還有 2%， 我們開始充電採集數據。這部小米手機充電已完成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啊。插上電，最高的峰值功率漲到 78.9 瓦，也就是79瓦吧，然後就調整到70瓦的功率，一共持續了10分鐘時間，後面就下降到59瓦的功率，充了幾分鐘，然後再降到49瓦的功率，又充了幾分鐘，逐漸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滿電。這個手機從 2% 充到100的電，一共花了23分鐘，這個充電速度確實是非常快的了。至於這個充電站的溫度的話，咱們就不用記了，體積這麼大，溫度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，我們後面考機的時候再來測它的溫度。這部手機為榮耀200，我們用它來採集榮耀的100瓦 PPS 充電曲線。線材我用的是酷派科的6安短線啊，這根線功率拉不起來。目前手機是沒有電的狀態，我們充電採集數據。這部榮耀手機已經充滿了啊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。插上電最高的峰值功率漲到80瓦，後面是56瓦的功率，持續了9分多鐘，然後調整功率到44瓦，持續了6分鐘。37瓦功率持續了2分多鐘，然後再漲到46瓦，再降到33瓦的功率，充了3分鐘，後面就是逐漸的下降功率啊，直到充滿電。完整的充電時間從0到100只花了36分鐘，充電速度也是符合100瓦的 PPS 標準，充電曲線圖也是畫標準了的。這部手機為藍廠的 iQOO Neo10，我們用它來採集藍廠的100瓦充電效果。目前這個手機還是剛剛充開機啊，也是一個0到100的完整充電曲線。這部藍廠手機充電已完成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。插上電，這個峰值功率最高頂到90瓦的功率啊，然後降到平均功率75瓦，充了2分半鐘，後面是1分半鐘的64瓦功率，然後再降到平均功率44瓦，充了大概5分鐘時間，然後調整功率，後面14分鐘，平均功率是40瓦的功率啊，然后逐漸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滿電。這個手機從0到100一共花了36分鐘，充電速度是非常快的。PD 公版協議的測試，我們就用這個蘋果15 Plus 來採集它的 PD 充電曲線。後面就是140瓦的單口烤機和雙口的滿功率烤機。目前這個15 Plus 是沒有電的狀態，我們直接充電採集數據啊。已經充過了80個電了啊。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，26瓦功率，一共持續了18分鐘，很不錯的啊。這種表現應付15伏小電流是沒有壓力的。
第二階段21瓦功率持續了8分鐘，15瓦的第3階段也是持續了8分鐘，第4階段的9瓦功率只持續了3分鐘。這個15 Plus 從0到80一共花了52分鐘時間，充電時間也很標準。考級測試，我們先測單口的140瓦輸出能力啊，大家看一下這個功率139瓦一直在輸出，還沒有停啊。我們看充電的曲線圖，139瓦的真實功率一直持續了2個半小時，到現在都沒停。這個採集線溫度的話採得不準，因為它的體積太大了。我們大概的看一下，採集線採到頂部的溫度最高是41攝氏度啊。同時用熱像儀全方位的看了一下溫度情況，充電站右側的溫度50.6度，左側溫度為47攝氏度，充電站充電口部分溫度為59攝氏度，充電站底部溫度57攝氏度。現在是這個充電站雙口總功率是130瓦的功率在輸出啊，大家看一下 C1、C2 口2個充電口都是65瓦，大家看儀表40錄屏下來，2個充電口都是一直在持續的輸出，大概2個小時零幾分鐘。到現在還沒有停啊！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充電站的溫度情況，殼體表面的溫度只有47攝氏度左右，充電口附近的溫度為60攝氏度，充電站兩側溫度50多攝氏度啊，充電站底部的溫度為60攝氏度。測試的時候咱們室內溫度20度左右。咱們現在做的就是把這個充電站自帶的這根 CC 線基礎數據做個測試啊。後續拆解的時候直接做拉力測試。首先我們來檢測一下它的 eMarker 信息，被動型數据線方案是用的小米，供電能力50伏5安240瓦1片 R， 速率規格 USB 2.0。下面则是線材版本信息，然後就是關於線阻啊，這個線材僅僅1米，它的線阻就達到102毫歐，這個成績不太理想啊。關於線材的壓降值，我們測試9伏和15伏2個電壓檔位，9伏1安的壓降值大約是 0.11 伏的樣子。9伏3安的壓降值大約是 0.35 伏，15伏1安的壓降值也是在 0.11 伏，15伏3安的壓降值大約在 0.34 伏的樣子。100瓦功率的時候，線材損耗功率約3瓦。這個小米的140瓦充電站，它是僅支持200至240伏電壓的啊，大家要注意一點，110伏它是不能用的。轉換效率，我們就直接測試220伏電壓檔位。首先是待機功耗的情況，經過10幾分鐘的測試，它的待機功耗大約是 0.4 瓦的樣子。首先是15瓦功率，220伏輸出 18.4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4.8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0%。27瓦功率，220伏輸出 30.7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26.5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6%。36瓦功率，220伏輸出 40.8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35.7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8%。45瓦功率，220伏輸出 50.3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44.7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9%。60瓦功率的時候，220伏輸出 66.5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60.4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91%。100瓦功率，220伏輸出 109.7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00.1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也是 91%。140瓦功率的時候，220伏輸出 152.3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39.4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92%。關於這個充電站的多口功率分配，大家要記住啊，這一個 A2 口它僅僅是一個5瓦的小電流充電口，多口功率分配的話，咱們就不把它加進去了啊。我們主要是看這前面3個充電口同時使用是什麼樣的情況。還是老規矩，先看3個 PD 3.1 的設備同時使用有沒有斷連的情況啊。首先 Type-C 1口我們啟動 PD 3.1 的140瓦， Type-C 2口我們再接上一個 PD 3.1 的設備，接上的瞬間斷連，2個一起走都是走的 PD 65瓦的功率。這個時候我們再接上 A1 口，沒有斷連， C1 和 C2 口變成了65瓦加45瓦。這個時候 A1 口走的是12伏的檔位18瓦的功率，也就是說它總功率的話大概在120瓦左右。這一次我們來看3個 PD 3.0 的設備同時使用会不會有斷連。首先 Type-C 1口先啟動它的67瓦功率啊，這個時候我們接上 C2 口，沒有斷連，功率調整了一下變成 PD 65瓦，這一邊也走到 PD 65瓦。這個時候我們再接上 A1 口， C2 口立馬調整的功率44瓦左右，這一邊的話還是跟剛才一樣啊。我們這次反過來測試一下啊，先啟動 A1 口 PD 100瓦的功率，這個是小米的魔改的線，我們再接上 C2 口，沒有斷連，這個時候就變成了2個65瓦在輸出。我們再接上 C1 口， A 口斷連了一下，
重新調整功率變成了 QC 2.0 的，總的功率的話跟前2次都是一樣的。我們這一次來看3部手機同時使用的情況。這次我們先啟動米家的私有協議，啟動的是120瓦啊。我們接上榮耀手機，接的 C2 口，沒有斷連，但是功率會跳到5伏，然後再重新啟動。手機是沒有重新啟動充電的。我們再接上 C1 口，這個時候 A1 口重新斷連了一下。C1 和 C2 都啟動了 PBS 的快充。A1 口私有協議就沒有了。3個充電口手機同時使用的話，米家的私有協議是啟動不了的啊。最終的大功率的話，只有1個充電口。最後一項文波測試，這是各位老鐵們最在意的一個數據啊。咱們現在的測試字句也改了一下，從接地彈簧我們直接改成 BNC 直通示波器，這樣的話比接地彈簧它來得更準確一點。首先我們測試 Type-C 1口的文波，1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時候 24.4 毫伏，平均文波18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32.8 毫伏，平均文波29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36.6 毫伏，平均文波31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35.9 毫伏，平均文波30.3毫伏左右。60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1.9 毫伏，平均文波24毫伏左右。100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38.1 毫伏，平均文波28.9 毫伏左右。28伏5安140瓦，文波最高 43.1 毫伏，平均文波36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测試 Type-C 2口的文波，1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29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20.2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36毫伏，平均文波 29.6 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37.6 毫伏，平均文波 29.8 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36.4 毫伏，平均文波 30.6 毫伏左右。6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33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23.8 毫伏左右。10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39毫伏，平均文波 29.1 毫伏左右。C2 口最高功率140瓦的时候，文波是 82.5 毫伏，平均文波 74.5 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測試這個小米私有協議的充電口啊，這個充電口的話就需要這根魔改線，其他的線材是拉不出來的。15瓦功率的時候，文波最高的時候是 20.6 毫伏，平均文波 16.2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時候是25毫伏，平均文波 20.2 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時候是 29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23.2 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時候 32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23.8 毫伏左右。6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時候是 26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21.9 毫伏左右。10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時候是 36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26.9 毫伏左右。最後我們來看 A2 口這一個5伏的基礎功率的一個充電口啊，這個充電口文波最高的時候是 36.6 毫伏，平均文波 33.5 毫伏左右。兄弟們，這台小米140瓦排插充電站測試篇，它最大的價值不是峰值有多猛，而是長時間滿載能不能穩。先說結果，這台機器單口140瓦連續烤機2個半小時不斷檔，殼體的最高溫度57度，接口附近59度，雙口並發65+65烤機2個小時沒有斷檔，殼體的最高溫度都是在60攝氏度左右。說人話就是能扛住長時間輸出，不靠短跑衝刺。它的兼容性這一塊也很務實，它是2C 2A 4口適配器加上排插功能，實測 PBS 兼容性是很不錯的。三星快充 2.0 也可以握手，可以說是合規不侵權，做到全兼容。實際充電方面，小米私有協議120瓦這邊峰值功率可以頂到80瓦，70瓦的持續功率能夠持續10分鐘。榮耀 PBS 峰值約80瓦，vivo 家的 PBS 100瓦峰值甚至能夠到90瓦啊！3部手機充電曲線基本上穩定跑下來，這能說明它的手機充電調教是認真做的。PD 公版協議這邊，蘋果15 Plus 跑出了標準的4階段充電曲線，第一個階段26瓦持續了18分鐘，策略非常正常。效率方面，待機僅 0.4 瓦，滿載最高效率92，平均效率 88.1， 屬於桌面長期插電工況下很優秀的水平。然後就是2個邊界點，也要給大家講一下。第一就是文波整體壓得非常不錯，4個口基本在40毫伏左右。但是這個 C2 口
140瓦滿載會突變一下，變到80毫伏左右，數值不誇張，但是波形確實不夠漂亮。還有就是這根線材太短了，另外這根自帶的1米的線材，102毫歐的內阻，它會導致偶發性的功率爬不上去，一些手機還會出現兼容性問題。測試片到這兒，我給的評價就是這台小米140瓦排插充電站，核心不是衝鋒值，而是單口、雙口滿載都能夠長時間穩住不掉檔。手機充電可以做到合規全兼容，屬於桌面主力型。這家伙雖然顏值不高，但是性能確實做得不錯。車是為了了解，才是為真相，認真車載客觀輸出。我是離火車載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踩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